这世间分为仙界、魔界、人界，这三界都有一个领袖，分别是玉皇大帝、魔尊、皇帝。这三界互不干扰，和平相处，但也会有暗黑势力蠢蠢欲动，想要称霸三界，可终邪不胜正，总会失败。因此这三界又恢复和平。世界上的宗教有很多，佛教、道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等等，但只有道教才是本土的宗教。在道教中，天空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，它将天空分为了36层，而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中的天宫才只是其中的32层，也就是被玉皇大帝所管辖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玉皇大帝坐在最上面。有言道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天空分为36层，玉皇大帝却只能管32层，那多出来的几层又是谁管呢？其实最上面的是大罗天，他在道教中的地位如道一样至高无上，容纳万物，在道教的概念中如同现在的宇宙一样宽广。而大罗天下面的3层住着的3位大神高于玉帝，不受统领，是道教信奉的3位最高神仙三清：元始天尊、灵宝天尊、道德天尊。第一位元始天尊，玉清元始天尊在三清中位于尊位，是道教中的地位最高的尊神。他的两边分别是上清灵宝天尊和太清道德天尊。说起元始天尊，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一说起他是姜子牙的师傅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是谁了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姜子牙就是受他师父玉清元始天尊的嘱托，帮助周武王伐纣，并主持封神大典，法力神通广大。他居住的地方则是35天玉清境。可或许还有人会说，姜子牙我是知道的，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嘛。但你说他师父是谁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元始天尊全名太上盘古，是天道元始天尊，那就是传说中开天辟地的盘古。盘古生于混沌之间，因忍受不了黑暗，用斧头将其劈开，又怕天地会再次汇合，就用自己身体支撑着。天逐渐变高，地逐渐变厚，盘古是身体也随着天地变高，直到天地真正的分开，盘古也累倒了。他的身体化作了世间的万物，但他的灵魂并没有消散，在世间游历寻找归宿。直到盘古遇到了美貌贞洁的太元圣女，在他仰头呼吸间化作一道青光进入他体内。随后盘古出生，成为了元始天尊。盘古与太元圣女说，我的前身是盘古，现在的称号是元始。元始天尊在道教的地位最高，也是因为他做出的贡献最大，他传授道教，教化众人，也是因为有他才有现在的天地。第二位灵宝天尊，上清灵宝天尊原是上清高圣太上御辰玄黄大道君，灵宝天尊是由天地精华幻化而生的，他在道教的地位仅次于玉清元始太尊。据猜测，《封神演义》中的通天教主就是上清灵宝天尊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他座下拥有众多的徒子徒孙，他的徒弟中最有名的便是将东海龙宫3太子敖丙抽筋扒皮的哪吒，而哪吒是灵宝天尊的第3代徒弟，哪吒也是元始天尊钦点伐纣的先锋。上清灵宝天尊是玉清元始天尊的学生，受到元始天尊的点化，辅佐玉清元始天尊一起创建阐教。他居住在36天之第2高位34天与于天上清真境内。灵宝天尊历经9901万劫才已得道，受到万神的敬仰。他一生度化的人如同沙子一般多，每遇到有缘好学之人向他请求解惑，他都会不吝赐教。第3位道德天尊，太清道德天尊就是太上老君，就是道教的创始人老子。老子是太上老君在凡间的化身，而太清道德天尊则居住在33天太清境。相传老子的母亲怀孕72年才生下老子，老子出生带着一头白发，故称为老子。而我们看的很多仙侠电视剧中都会听到急急如律令，太上老君快显灵，里面就是太清道德天尊。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大闹天宫前吃了许多仙丹，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历经749天的炼化，
练就了火眼金睛和金刚不坏之身，以至于天庭的很多神仙都奈何不了他。而里面的每天都炼丹的老头，便是太上老君，也是太清道德天尊。太上老君在空闲时间都是以炼丹为主的，除了会炼丹外，还会打造很多法宝。他打造的法宝都不容小觑。据《封神演义》中记载，红军一道传三有，三有一道传三教。三有便是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天尊、太清道德天尊，三教分别是阐教、截教、人道，而太清道德天尊就主管里面的阐教和人道两教，与其二师弟元始天尊共同执掌阐教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不仅讲述周武王伐纣的故事，其中还掺杂了宗教之间的斗争，阐教帮助周，截教帮助商，最后以截教失败，纣王自杀为结局。姜子牙手执封神榜，以伐纣的功绩来进行册封，才有现在的很多为人所熟知的神仙。在天清殿中，手里捧着玉如意就是上清灵宝天尊，一头白发老翁，手里拿着羽扇的便是太清道德天尊，而中间的便是玉清元始天尊。对于这三位天尊，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很了解，那是因为道教在民间发展的途中，渐渐地被许多年轻人遗忘，还有现在提倡相信科学，杜绝封建迷信。道教作为民间土生土长的宗教，存在的时间已经有了几千年，而佛教的传入还是在唐朝鉴真东渡才有的。相比于佛教，道教在人民的心中地位根深蒂固，就好比说在玉皇大帝出现前，我们的脑子里就已经有了三位天尊，更何况这三位都为道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所以在道教中他们地位远远高于玉皇大帝，因此三位天尊并不受玉皇大帝所统领。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，它以道作为最高信仰，将长生久世得道成仙作为终极目标。皇帝问道广成子，标志着道教文化的正式形成，距今有4000余年的历史了。道教是一个多神信仰的本土宗教，它承袭了古代的自然崇拜，将风雨雷电、日月星辰等神格化而来的神灵都纳入了道教的神仙体系里。道教神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，其内部规模庞大的神仙数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，像人们熟悉的玉皇大帝、太上老君、真武大帝等等神仙，都是来自于道教神话。在道教的神话体系里，宇宙空间被分为了天地人三界。简单来说，天界就是先天尊神和后天仙真所居住的世界，玉皇大帝统御的天庭就是属于天界，地界则是鬼怪所居的幽冥界，也叫做地府、冥府、地狱等等。像酆都大帝治下的酆都，东岳大帝统治的泰山都属于地界。人界就是人类以及自然界万物的生存空间。盘古左手指凿，右手持斧，或用斧劈，或以凿开。盘古使出了神力，终于将天地分开，天地间的清浊之气也开始升降，阳清之气上升为天，阴浊之气下降为地。盘古开天的上古神话出现了有关天与地的创世传说。随着道教神话的兴起，天与地的传说故事变得更加丰富了起来。在我们的印象里，神仙都是居住在天上的，然而道教却将天界分为了36重天，并且36重天又从属于6重天，由下至上依次为欲界6天、色界18天、无色界4天、四梵天、三清天和大罗天。可以说，神仙是处于不同于人间的多维空间，凡人是无法到达天界的。那么九霄是什么呢？现实生活中会把忘记某一件事形容为忘到了九霄云外。道家认为天的最高之处就是九霄，是神仙居住的地方。九代表着极多，是一个级数，也是一个虚数。道教典籍《太清预测》卷8称九霄名，分别为神霄、清霄、碧霄、丹霄、景霄、玉霄、狼霄、紫霄、太霄。其中的神霄为天的最高种，道教因此还产生了一个门派神霄派。据道经记载，高上神霄，去地100万，神霄之境，蔽空为土，不知蔽空，是土所居，玉台千节，红楼8辟梵器所成，虽高不微，内有真土神力，故为太乙元精，是不能治神霄派的。
神霄之名，取其高远尊贵之意。说完了神仙所居的天界，再来说说神话里的幽冥之地。说起冥界，大家首先会想到一位冥神，即阎王爷。冥界被分为了10殿，并且设置了10殿阎王，分别为1殿秦广王、2殿楚江王、3殿宋帝王、4殿武官王、5殿阎罗王、6殿变成王、7殿泰山王、8殿都市王、9殿平等王、10殿转轮王。不过阎王爷并非是冥界的主宰者，在他之上还有丰都大帝后土皇帝旨、太乙救苦天尊、东岳大帝等等冥界的大神。那么九泉是什么呢？生活中有九泉之下含笑九泉等成语，在古代的诗词里常常也会出现与九泉有关的诗句，比如明明九泉是，漫漫长夜台，君在泉下泥销骨，我寄人间雪白头等等。道经记载，九泉分别是风泉、崖泉、黄泉、寒泉、阴泉、幽泉、下泉、苦泉、冥泉。泉本来有地下水的意思，九泉为北都罗峰幽泉地狱，为险恶之地。像人们常常听说的黄泉，就是九泉里面的第3泉，跟上面的10殿类似。道教又将冥界划分为了九泉九域，分别为1为风泉号令之域，2为重泉斩国之域，3为黄泉追鬼之域，4为寒泉毒害之域，5为阴泉寒夜之域，6为幽泉煞罚之域，7为下泉长夜之域，8为苦泉屠戮之域，9为冥泉烤焚之域。从这九泉九域的名称可以看出，冥界的环境可谓是相当的恶劣，亡灵在这里的日子也是十分的艰难。不过道教有一位尊神，负责救苦3界，即太乙救苦天尊，他深入九幽地狱，度化亿万亡灵。太乙救苦天尊却可以将冥界业力的象征血壶化为莲池，做下9头狮子，一声吼就能够打开九幽地狱的大门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